我听说大元帅打完胜仗回来，皇上什么事情都会答应的。那要是打了胜仗，你回来之后，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？我要先去祭拜我爹，告诉他老人家，我终于继承他的遗志了。然后呢？我要请皇上告诉我一个多年前的秘密。当年我爹立下赫赫战功，又素无过错，先皇到底为什么突然将他处死？这件事情除了那些风言风语，难道一点有价值的线索都没有吗？我怀疑我爹的去世和一个奇怪的女人有关。广儿，你看这儿有风筝、面具、拨浪鼓，还有宝剑。爹允许你选一个，你选哪个？我选这把剑。爹，我选这把剑，我就要这把剑。广儿有志气，不愧是我魏家二郎。老板，多少钱？1枚铜钱。给。哎，谢谢。广儿。啊？这把剑是你的了。爹，那个大姐姐又来了，就是那个很瘦。别看她。广儿，听爹的吩咐，如果再看到她，就装作看不见。如果她跟你说话，无论问什么，都要装作不知道。但是一定要对她客客气气的，千万别得罪她，听到了吗？明白了。走。那你爹没有说过那个女人是谁吗？一直都没有。但我只记得那个女人和我说过一次话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没事的。我真不是故意的。你这么紧张干嘛呀？我真没事儿。你看，半点伤痕都没有。那就好。魏广啊，其实我跟你爹很熟的，我们从那边聊聊天。好吧。魏广啊，你娘亲死了这么多年，你爹还想着她呢？想啊。那你呢？你从小没有娘亲，这么可怜，要是爹给你找个新的娘亲，开心吗？不行，我只想要我娘。手臂上有3团火的女人。我爹的名讳是燕，燕是3个火成品字形。那个女人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她十分瘦弱，走路十分不稳。那次她和我说完话之后3日，我爹就出事了。先帝说我爹叛乱投敌，意图勾结外邦推翻大梁王朝，下令将他五马分尸。可我爹一生忠心耿耿，怎么会做出这种事？更何况，先帝向来信任我爹，又怎么会突然将他处死？太尉大人，我写完了。这么快就写好了？还剩很多的时间呢。的确是写完了。好了，不用再说了。说来说去，就是那几句话。虽然朕没有亲自带兵打过仗，但这些陈词滥调也休想蒙蔽朕。对了，那个魏广有什么论述吗？皇上，魏广所言乖张，臣认为
不值得考虑。哦，那就是说，他有一些与众不同的论述了。他说，想要打赢这场仗，第一件要做的事，就是将行刺皇上的刺客处死，并颁一道圣旨公告天下，本案已经了结，并无幕后主使。各级官员也不得再追查此事。魏广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打仗和行刺阵有什么关系吗？这风马牛不相及啊！魏广，徽皇后还说你是我朝第一谋士，朕还以为你有何真知灼见，你却让朕草草了结刺杀一案。几日前，朕看你的文章，尽是此仗必打的原因。今日殿试，朕要看看你有什么制胜之法。臣今日论述的就是制胜之法。那些刺客胆敢行刺，还策划得天衣无缝，背后定然有人指使。既然你都已经心知肚明了，还不帮朕把幕后黑手给抓出来？只要皇上一直追查下去，总有真相大白一日。只是眼下再查下去，怕因小失大。说清楚。想要刺杀皇上的人绝对不会是普通人，那么谁能从中受益呢？想必皇上心里已经有人选和答案了。而此人既然敢下此毒手，那就说明他在朝中有一定的势力，和他暗通款曲。说不准他在朝中已经是独揽大权。若是太平盛世也就罢了，偏偏此时乌兹举兵入侵。皇上想想，朝堂倾轧，我大梁还是大梁，可一旦败于乌兹，那可就是国将不国，大梁江山不保。就算朕不再追查此案，那幕后的黑手也一样不会放过朕的。刺杀皇上为的不就是谋权篡位吗？归根结底，他们要的也只是大梁的皇位。大梁战败对于他们来说并无好处。可若皇上严厉追查，将这些人逼上绝路，他们一定会与乌兹国里应外合。到那个时候，皇上就真正陷入被动。为今之计，不如一致对外，等到击退乌兹，再来收拾那帮乱臣贼子不迟。你说的确有几分道理，就照你说的做。朕会下旨，不再追究此案。皇上圣明。魏广，你参加了殿试，是认为你有这个资格来担当征东大元帅吗？这天下，舍我其谁？魏广，你没有战功，也没有经验，从来也没有打过这么大的仗啊！这的确是我不足之处，可恰恰也是我最大的优势。乌兹来犯，事先一定做了充分的准备，朝中名将底细，他们早已查得一清二楚。可他们绝不会料到，这一次，朝廷派出了从未率兵征战之人，他们无法预判我的战术，更不知道我会如何打这场仗。我大梁还未出兵，已在战略上胜乌兹一筹。那除此之外，还有其他的裨益之处吗？臣有一颗尽忠的决心，和魏家子孙一腔忠诚的热血，这还不够吗？当年你爹通敌叛乱，意图推翻我大梁，此事你怎么看？魏广心中只有一个答案，相信皇上心中也有真实的答案。我魏家是忠是奸，公道自在。魏广，魏老将军一案，若是实情，朕不能用你；若是冤案，朕不敢用你。实情若如此，你魏家必是大奸；若是冤案，魏老将军含恨惨死，你魏家背负千古骂名，你少年无家可归。你不怨吗？臣怨，臣也恨。但臣不能违背魏家祖训。当年家父对臣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：无论发生什么，国便是家。我魏家子孙绝对不能对大梁之主不忠，此忠心重于生命，重于名声。所以家父走向刑场之时，没有半句怨言。
魏广接旨。魏广，朕现在封你为征东大元帅。谢皇上。乌兹虽是小国，但30万大军对垒，这是太祖征战以来最大的一场仗。朕将我大梁江山托付于你，此战无比凶险。为助你信心，朕问你，还有什么所求？待臣凯旋之日，希望皇上能为家父平反，昭告天下，恢复他的名誉。只要你得胜归来，你魏家应有的丰功伟绩，必定昭告于天下。朕绝不辜负于你。臣还想知道，18年前的一个秘密。朕知道你想问些什么。只要你打了胜仗归来，朕一定会把知道的全都告诉你。你还有什么所求？臣心中的确还有件事要求，是私事。待臣荣耀而归，再向皇上求得。只要你打败了乌兹，别说区区3件事，300件事，朕都为你做主。朕将宝剑赐予你。为朕将敌人的首级斩回来。朕的宝马也赐予你，让你在皇宫中策马3日，接受文武百官的祝贺。谢皇上。魏大元帅，大梁的江山、子民，全都托付于你了。帅，做了大元帅就是不一样，跟你说个话还得爬这么高。叶大人真是官腔十足啊！哇，官高半级压死人啊！哇，好漂亮啊！你怎么能找到这么美的地方？从小到大我就没几个朋友，一个人的时候，我就会来到这里，看看远方的星星，看看万家灯火，似乎那样我就不会觉得孤单了。如今，我终于可以为我爹证明了。现在，我终于不再孤单了。我给你养东西。这剑穗陪着我爹，也一直守护着我。剑穗一直系在剑上，从未分离过。我把它交给你，无论我身在何处，心都牢牢记在你身上。无论发生任何事情，我们都不会分离。
魏广，我问你，今天你在大殿上第3个愿望是什么呀？等我得胜归来，我要让皇上给我们赐婚。我是不是可以准备嫁衣了？那你最近要少吃一点，不然等我回来的时候，嫁衣都穿不上。怎么那么说啊？我踩死你！踩死你！哎，行行行行。刘将军，你当年跟随我父亲征战沙场，战场经验丰富，我命你为先锋官，于峡口迎击敌军。你这是羊入虎口的战术，我不去。魏大元帅，你这官当得轻巧，就凭几句花言巧语，就坐上了帅位。但这里不是朝堂，这里可是真刀真枪的战场，容不得信口胡言。你想送死，为何不自己做先锋啊？我知道各位的顾虑。这次敌军以逸待劳，峡谷迎击敌军，看上去我们是劣势。但这场仗，我们面对的是清朝的敌军，唯一可行的，就是要挑起敌军轻敌的心态。二位将军如果怕了，我们就直接换人。老子身经百战，什么时候怕过？我是不相信你。好，
刘将军正面迎敌，杨总兵侧面伏击。二位如果不能全力以赴按照我布置的战术，那就是违抗军令，军法处置。你大敌当前，为军者，要么直言杀敌之策，要么服从军令。这一仗如果输了，我魏某难辞其咎。各位想必也知道，我魏家本就有戴罪之名，战败对于各位而言，只是降职或者罚俸，可在于我魏某，就是死路一条。所以对于我而言，只有赢，不能输。你的战术要是不灵呢？我魏国马革裹尸还。皇上，前方有战报传来，魏大元帅被敌军重重包围。这个朕已经知道了，朕要知道的是对策。回皇上，臣以为这次是选错了人。魏大元帅的确没有领兵的经验，亡羊补牢，犹未为晚。不用再说了，朕前义帅是兵家大忌，这个道理你不明白吗？太尉，你说。皇上，臣以为应该先派使者到西岳去借兵3万，加上我们屯守在燕都的12万兵马，一共15万。如果宁州失守，我们尚可坚守牧城关。这附近山脉的形状像个葫芦，我们现在正处在葫芦的上半漂，继续且战且退，将敌军引到上下漂之间的狭窄处，把葫芦战术变成布袋战术，来个反包围。乌兹的先锋军看我们一直在撤退，就会掉以轻心，以为胜利在望，实则正中了我们的圈套。元帅，您运筹帷幄，神机妙算，末将们以前不知分寸，望元帅海涵。将军不必见外，眼下看到的只是敌军的先锋军，大军还在后面虎视眈眈。这场仗必然是个持久战，想赢得最终的胜利，还必须靠各位将军配合。魏元帅马首是瞻。恭喜皇上！战况如何？已经打到乌斯国边境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魏广战功赫赫，好！小心，小心！
报如何？我们胜利了！我们胜利了！我们赢了！我们赢了！赢了！我们赢了！赢了！赢了！哈哈哈哈哈！皇后娘娘万福金安。你们怎么一早就来这永德宫给我请安呢？娘娘是一宫之主，嫔妾们向娘娘请安，乃是分内之事。从明天开始，不要来永德宫请安了，去晚香殿给宁妃请安，以后都照此为之。宁妃是天生的凤凰命，这后宫很快就会是她的了。本宫年岁大了，争不过也抢不过，也不想让她知道本宫想争什么，万一破坏了我们姐妹的情感，那可就大事不妙了。自长公主回来之后，朕总是夜夜不能安寝，总觉头顶悬剑，坐立不安。如今朕在前院捉贼，不想后院失火。皇后，你一向聪慧，应该明白朕的用心。皇上，臣妾愚钝，不知皇上的意思。朕与你夫妻多年，你的那些手段，朕没有不知道的。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现在你的所作所为，只会将朕越推越远。你想让朕永远都不踏进永德宫吗？皇上，如果臣妾一味逢迎，千依百顺，您就会常来永德宫吗？您也不会的。你好自为之。皇上，皇上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是前线来了密函。难道是魏大人战事失误？你不用担心，是他在指挥作战的时候旧病复发。严重吗？幸好没什么大碍。是魏广太过劳累了。这场仗，在魏元帅的指挥下，我大梁已胜券在握。朕想要多派一位将军过去，将那些个残余败将收拾干净，不让魏广再上战场犯险。明知替魏大人谢过皇上厚爱。你不用担心了，用不了多久，魏广就会安全回来。长公主，坐。长公主在前线逗留这么长时间。不曾想过回去吗？还没和魏大人把酒言欢，我怎么舍得走呢？请。
魏大人，上次我跟你说的话，你可还记得？我忙于战事，长公主说了许多的话，我都记不清了。我说呀，皇帝是个凉薄之人，他能弯下腰来求你，也能直起腰来杀你。你在前线冲锋陷阵，他已经派了那个陈子琪来接替你的帅位。陈子琪，你可曾了解？略有耳闻。那你应该知道，他是一个见风使舵、唯利是图的小人。论行军打仗，他连给你做马前卒都不配。可是现在，他要来坐享其成了。前些日子，长公主担心我功高盖主会遭到忌惮，如今来了一个抢功劳的，不正好解了我的困局吗？魏大人真是一腔忠诚啊！你魏家满门忠烈，你的父亲可曾告诉过你，你们保的是庞通，还是大梁的江山和皇位？这有什么区别吗？当然有区别。魏家保的是大梁，江山稳固，百姓安康，谁在哪个位置上就保谁。如遇明君，自然皆大欢喜；可是如遇昏君呢？大梁历经5代，从建朝到鼎盛，国富民强，直到现在庞通继位，战乱连年，民不聊生，前朝无能人，后宫是非多，赋诗作乱更是建朝以来最大的丑闻。这不都是庞通一手造成的吗？庞通当皇帝全凭私心，前朝不服众，后宫不公正。魏大元帅，你在焚香祭祖的时候，不妨问问列祖列宗，你们魏家要保的是这样一个皇帝吗？是吗？元帅，太尉大人到了，末将告退。参见长公主，不知道长公主也在此处。太尉大人怎么突然到前线了？奉皇命前来。皇上得知你最近旧疾复发，颇为担心，所以派陈将军前来助阵。陈将军过几日就会到达，你就可以安心回兖都疗伤了。魏广身体无碍，作战无妨。你可是国家的栋梁啊，你要为皇上好好的保重身体。只是区区剑伤而已。不要再说了，皇上已经这么决定了，这也是丞相大人特意前去向皇上请旨，皇上让我前来宣旨的。哎呀，真是有什么样的皇上，就有什么样的臣子。这样的话，我是只言片语都听不下去了。魏大元帅，看来今天你这酒也没心思喝了，我还是改日再来吧。娘娘，众嫔妃又来向您请安了。叶凝之呢？还是没来。他们想进来就进来吧。朗坤到底什么时候回来？有没有给他捎信去？朗大人如今毫无音讯。参见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万福。娘娘，御医说您的病源于废墟，这些川贝膏作为早膳，对您的病再好不过了。本宫不爱吃这个。本宫说了不爱吃这个。那娘娘您喜欢吃什么？臣妾即刻让人去准备。什么都不用，本宫不需要膳食。从现在开始，一顿都不吃，都别再来打扰本宫了。皇上，你知不知道皇后已经1天没有用膳了？
皇后一天没有用膳。哀家方才去永德宫劝她，她说她没有胃口，无论如何也不肯用膳。是不是身体不适？那让御医去看看。御医已经替她去诊过脉了，说她身体康健。她呀，就是个小心眼儿，急火攻心，故意折腾自己给我们看。以前也只有你这个皇上能哄她。堂堂一朝之后，发起脾气来像个3岁的孩子，让朕的颜面何存呢？她若不想吃，以后就不要再吃了。难道你就这么甘心把唾手可得的功劳让给陈子琪吗？皇上的旨意，作为臣子的，我必须服从。那个皇上真的是你值得辅佐之人吗？临阵换将，兵家大忌，他就是为了他的猜忌才做出如此失智的行为。我们试想一下，如果你现在回到燕都，还会有太平日子可过吗？你还会有为国出力的机会吗？我们再来说说宁芝姑娘，那是你心爱的女人，你就这么忍心把她拱手相让吗？若是魏燕老将军看到这一幕，他一定不希望自己的儿子走上当初他那条不归路的。长公主所言句句戳心。我魏广作为皇上的臣子，你觉得我会容忍你如此大逆不道的心思吗？道不同不相为谋，还请长公主见谅。好，如果我不再提那个人，你我可否相交一场？长公主身为金枝玉叶，能得到长公主的垂青，是我魏广的荣幸。长公主，来，我敬长公主一杯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这么紧张干嘛？你看，半点伤痕都没有。大元帅，我看你是喝多了。哦。有可能最近身体不适，还请长公主见谅。皇后肯进食了吗？不管奴婢怎么劝，娘娘始终不为所动。这是要绝食致死吗？本朝还从未有过皇后绝食的先例。给皇后强行喂些参汤，可行啊？怕是不行。为什么？臣给皇后娘娘把过脉，娘娘的凤体实在有些虚弱，是靠着一股怒火维持到现在。如果强行进食，就是火上浇油。御医，你告诉朕，如果皇后继续不用膳，会怎么样？启禀皇上，人若4、5日不进食，会伤及内脏；若持续6、7日，臣怕皇后娘娘性命堪忧啊！通知御膳房，让他们做一道皇后平时最喜欢吃的菜。朕亲自给她送过去。是。皇上驾到！参见皇上。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
朕亲自给你送饭菜来，你该进食了吧？你乃一朝之后，对外当大度待人，对内当体恤朕心。古往今来，哪个皇帝的后宫不是佳丽3000呢？如果皇后都像你这样爱争风吃醋，那你想，历朝历代的皇后不全都饿死了吗？臣妾从来都没有说过不让皇上纳妃，皇上想纳谁都行。臣妾不但不会反对，还会主动替皇上张罗。可就是叶凝之不行，她不能成为皇上的妃子。君无戏言，朕已经当众封凝之为妃了，断不可收回成命。好，若是这样的话，臣妾拒绝吃这些东西。皇上把它拿走吧。都下去吧。启禀皇上，廷尉大狱出事了。是严坤逃跑了？严坤并没有逃跑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突然仰天大笑，他还边笑边说：“他说什么？他说大梁亡了，大梁亡了。”他居然敢这样说！你告诉他，朕可以不杀他，但朕可以把他的嘴封起来。皇上。随着他的大笑，不知道从哪里飞来一群乌鸦，这群乌鸦落在了廷尉大狱的屋顶空地上。如今人人自危，不知是不是天将异象。好了，朕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宁妃怎么样了？刚才您午歇的时候，她就离开广宣宫了，也没说去哪儿。好，你告诉廷尉大狱的陈廷尉，我要见一见严坤。是。皇后，多少吃些东西吧。臣妾不孝，让母后担心了。母后身体抱恙，还是早些回去歇息吧。皇后，哀家是过来人，知道军心易变的道理。你屹立后宫多年不倒，难道还不明白吗？今日即便没有宁妃，也会有其他妃子。这后宫从来就不缺新人。你是一国之母，若是绝食而死，史书会怎么写？你那么要面子，难道要让后世人耻笑？母后话里话外，无外乎是让臣妾忍。可这一个忍字，道尽了多少心酸。这一次，臣妾不想再忍了。如果皇上不答应臣妾的条件，臣妾就拒绝进食。你这又是何苦啊？娘娘，您就听太后的劝，何苦跟自己的身子过不去啊？娘娘，是啊，娘娘，吃点东西，吃点东西吧。都别再说了，你叶凝之。娘娘，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，太后，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。怎么会闹到如此地步？前不久你和皇后还互相称赞。女人呐，心胸大起来，什么都能容下。可这小气起来啊，就什么道理都没有了。皇后的心结全在你这里。所谓爱之深，恨之切。凝之啊，你了解皇后，你得救她的命。启禀皇上，严宽给您带到了。带进来吧。
严宽，许久未见，别来无恙。皇上，我们要谈的事情，闲杂人等是不能听的。你们都退下，没有朕的命令，不准进来。是。严宽，朕想知道，在大狱里你在笑什么？罪臣不是在笑，而是为大梁在哭泣。那些乌鸦是怎么回事？你如实的告诉朕。乌鸦是有灵性的鸟。大梁要完了，要改朝换代，他们就飞来给世人预兆。你这是在关心朕，在忧心大梁江山吗？皇上，罪臣有样东西，请皇上看过之后，再对罪臣下评判。20多年前的往事了。当年先帝得了卡血病，危在旦夕，是罪臣帮他摆了7星延寿灯，将他的寿命延长了8年。先帝为了感谢罪臣，就赐下了这块玉佩。的确是如此。那皇上还记不记得，先帝曾经答应过罪臣什么？不管你以后犯了什么罪，都免你一死。那是先帝对罪臣的信任，罪臣定当感恩。因此，罪臣是真心的关心皇上和大梁的江山。而这次皇上召见罪臣，可是让罪臣解惑呀。朕很困惑，如今朝局捉摸不定，瞬息万变。你若真的能够观测天象，朕想听你解释一下当下时局。皇后即将饿毙，长公主也要烦你，魏广又不知道会站在谁那边，对吗？想走出这个困局，只有一个办法：以和为贵。以和为贵，以和为贵。同长公主议和，将半壁江山让与长公主。还有，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娘娘，娘娘，您不能进去！娘娘，严宽，你在玩什么把戏？从此以后，所有曾经对长公主不敬的人都要斩。严宽，你这个妖人，平日里你只会妖言惑众，唯恐天下不乱。皇后娘娘都要死了，都是因为听了你的妖言。先帝曾经公告天下，免我一死，皇上都不敢违逆，更何况你一个妃子。先帝只是免你一死，可是你罪该万死。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使不得！娘娘，万事皇上做主啊！皇上，没事吧？刚才发生了什么事？朕怎么什么都想不起来了？是他跟朕说了一些以和为贵的什么事情？以和为贵，你们还不赶快把严宽给押回去！是。皇后已经5天没有进食了，怕是撑不住了。臣妾现在就去御膳房做饭，亲自给皇后送过去。你可不能去，你要是去了，皇后不就更不高兴，更不肯进食了吗？
宁芝，你先不要着急，我们再想想别的法子。皇上太后，你们放心吧，我有办法，一定可以让皇后娘娘进食的。不过还需皇上下一道谕旨，让宫里所有的嫔妃都跟着我一起去，而且不论大小，都要在我身后护送我。 下去吧。是。皇后娘娘，宁芝为你准备了最爱的膳食。本宫想要什么，你心里最清楚。皇后。 我不会脱下这身华服。或许对别人来说这是荣耀的象征，但是对我来说，这是赖以生存的盔甲。你根本就是想要权势，何必遮遮掩掩，打着大义的旗号？以后不论你跟本宫说什么，本宫都再也不会相信你半句假话。皇后娘娘是打定主意要脱下我这身华服啊！你不脱，本宫就不吃。好啊。 我就站在这儿，我等着你过来。我封妃还不到半个月，皇后娘娘可知道我现在的心情？原本以为这条路一定是尔虞我诈、惊心动魄，谁知道宫里的嫔妃没有一个是我的对手，尤其是被高看的戚妃和赵妃，还日日跑来献殷勤，为我马首是瞻。 皇后娘娘若是再多绝食几日，恐怕这后宫的风向就要变了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说的是，若非你这皇后的身份，根本就没有人在意你是否优善。在皇上的心里，他已经做出了选择，他选择了我。放肆！所以娘娘若是再不振作起来， 恐怕这后宫的嫔妃就不知道该向谁去请安了。皇后娘娘，你没事吧？你们干什么？我告诉你们，永德宫就要换主子了。我劝你们最好还是选择一条明路。 皇后娘娘肯用膳，快盛上膳食吧。御医说饮食要清淡，切记不可一次吃的太多。是。我的宁妃娘娘，您不能夜宿这里，快起来，我们送你回晚香殿。来，好累，不想动。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做了几天的宁妃，感觉一刻都不能停下来。皇上、皇后，
还有皇太后，仿佛他们一直都在盯着我。人处在什么位置，就要操什么样的心。我早就说过，你也许会有这么一天。这做宫女呢，有做宫女的担忧；做女官有做女官的责任。你现在是皇家的妃子，那么这皇家的事，也就是你的家事了。可我不想做妃子，难道这也是命运吗？我要逃！啊，让我再睡会儿。娘娘不行，你不能睡在这儿。就是你不能睡在这儿。哎，娘娘快起来！起来！起来啊！娘娘。就是这位朗大人指定要你们俩来的。草民何其有幸，能见到朗大人。这里是300两银子，我向你们打听点事，告诉我，这300两银子就是你们的。什么？什么事啊？你们在后宫做过的事。不想要这箱银两了是吧？是这样的，10几年前，我在皇宫里做御医，说过我师弟一些坏话，说他医术不精。就这些？你应该还没说完呢，继续说。我还说他在宫里做过一些苟且之事。不止这些，你们还模仿你们师弟的字迹，捏造证据，想害死他。大理寺卿审问你们的时候，你们还对天发誓，说你们所说句句属实。堂堂的大国手，这双手不用来救人，反而用来害人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你是不是跟师弟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们师父整天说4个字：天理循环，看来是真的。你最疼爱的就是你的子女，但一场大风在西湖翻了船，尸体到现在都没有找到。而你，应该知道自己只剩下3个月的命了吧？要那么多钱干什么？又想留给自己的儿女，却不知福大祸更大。这些钱够你们办后事了，钱够用就好，再多就会变成不祥之物。他到底是谁呀？师父，弟子来晚了，见不到您最后一面。弟子这双手曾经治好过很多人，好多病人都来向我磕头，说我是他们的救命恩人。其实他们最应该感激的人，应该是你3个入室弟子之中。天资最愚笨的那个就是我，但你从来没有放弃过我，从来没有一刻不悉心教导我。
弟子命苦，自幼无父无母，流落街头，本来是要被饿死的。是师父您救我回来，赐我衣食，传我今日。长大后，我遭逢巨变，是师父您赐我重生。师父，你就是徒弟的再生父母。